开组也是，这2支队伍在基层到社会组的部分都是非常多的选手。对，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这场比赛来观察一下，这个青少年组的冠军还有公开组的冠军会不会由同一个城市给拿下这个 winner take it all， 还是说双方可以各拿一个呢？对，我们这拭目以待。好，那在场上呢，现在穿着这个深色球衣的就是我们的地主台中市，而另外一边穿着荧光绿背心的呢，就是我们的桃园市。两边的小将也是顶住2天哇这个炎热的高温，一路过关斩将啊，得以站上我们场地1倒数第2场比赛带来转播的青少年组决赛现场。哦，相信这场比赛一定也相当精彩哦，因为毕竟是所有赛事的最后一场了。对于两边的小朋友们，都希望可以把精力全部的发散出来。是，我还记得昨天的预赛，台中这边是穿了一件这个水蓝色的球衣，我还说他们那个衣服上面是印有那个像日本的浮世绘风格，还有我们的复活岛石像，对，结果今天他们又换了另外一套。我们等一下再来透过比较近的镜头看看他们这一套比较偏深紫色的球衣上面有什么细节。没有问题哦，这场比赛第1分由背号8号刘玉翰顺利的得分哦。刘玉翰在昨天的比赛也是频频得分。对，我们有转播的那一场台中市对新竹市，刘玉翰一个人单场也拿下了3分。好，这一次他们穿的球衣是这种有点几何图案的样式啊。非常的显眼。台中市的选手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长义高中，对，长义高中，他们很多都是双栖啊，有飞盘、篮球或者排球所组成的，所以看到他们的发型也都是相当一致。对，而且男同学的身高哦，看起来就像是以前打篮球的体育班学生。是，我看到桃园市的青少年这边大部分是由自强国中以及中立高中的选手所组成。那也希望两边的小朋友都一起加油。哎呦，这里没有接吻，不过盘还是掌握在手上。桃园这边发动进攻。好，盘现在来到了队长张庭琪的手上，往里面塞。两名女选手在争抢的时候，没有办法把飞盘给控制下来。我们越靠近得分线的前面呢，我们可能需要更有多一点耐心。像看到公开组的选手，其实虽然到了得分线前，也不会想要一片的就进入到得分区，他们不会想一步到位，而是透过不断的传导跟跑动，去找最有机会稳定的出现，他们才会出手。是没错，这真的就是经验上的差距。当然，这群小同学有些还是国高中生而已，没错，他们的飞盘生涯还很长，所以经验都是透过一场场杯赛去持续累积。相信这个周末回去呢，他们一定是不管最后的名次如何，大家一定都是收获满满。对，其实他们现在的实力已经比许多可能从大学开始玩的选手来的更加精进了，所以我们相信他们之后到了社会组，一定是实力更加坚强。哇，这边做一个长传，看一下前点的同学，两人的争抢。不过这一次，桃园队长张庭琪把它拨掉了，不让你再得分了。
对，对前面刘玉汉跑了一个快攻哈，可是张庭琦抓准了脚步，对，而且这个防守干净利落。我刚才看到2位选手互相的击掌哦，对，这是一个漂亮的这个对抗。哇，一个低角度没有问题。张庭琦张庭琦还在冲，哎，不过这个真的就太远了。这样子不断的折返，其实对于选手的体能消耗也是蛮大的。是，但老师一定跟他们说，最后一场了，坚持住，放开来打，放开来打，晚上就带你们去吃好吃的。是，哇，说到好吃，我们台中其实近几年的餐饮发展也是非常的亮眼。是，火锅、烧烤应有尽有，也诞生了好多间现在人气的手摇茶品牌。教练昨天有喝2杯。喝2杯是没有，但是我有到处去走走看看，就看到其实台中，因为我从北部下来看到台中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到就是马路很大条，哎，对，开车很方便，很方便。哎，再来就是他们的每一个餐厅都是独栋的，对，他们都是那种造景式的，是这个在台北几乎是看不到的，对。所以其实如果有机会搬到台中，我也是蛮想的，也希望。威力教练啊，以后多带着飞盘队，看看有没有机会多来台中来做交流。是，对。这一片又被台中市抄截。对，现在进攻权来到了台中这边的手上，没有问题。这次得分的是21号的林凯恩。这边往前送，一个人在右边，整个就 wide open 掉了。这场比赛是青少年组的决赛，整个比赛是打80分钟15分制，哪一队先获得8分就进入中场休息。是，如果分数已经到了8分，就进入中场。如果时间到达40分钟，还尚未得到8分的话，打完该分也进入中场休息。本场比赛中场休息是5分钟的时间。上下半场一队有2次的暂停，2次就比我们预赛的时候多了1次。是，当然因为时间也多了1/4啦，所以也是相对应的增加。那么在选手的，当然一方面是体力上的考验，2方面就是在部署上跟暂停战术的应用呢，就又更有发挥空间了。像刚前一场这个公开组的4强。我们又看到了桃园利用下半场唯一的一次暂停，直接把比赛给杀死了。是，对。好，桃园这边还是在努力寻求破蛋了，因为现在还是没有分数的进账，会比较慌一点。好，这里。过头了！哇！哎，这什么情况？这是一个台中的另类助攻！哇！来，观众朋友，带你来看哦，这个往前送的时候呢，台中的选手是想把它拨掉，可是就这么刚好，直接拨到了桃园女选手的手上哦！哇！这个是应该用摘下来会比较好。是，如果可以把盘直接接下来的话，其实是比较安全的哦。或者是如果你真的要拍的话，尽可能从盘的顶部直接往地板上拍，而不要往前拍哦。是，不过他可能也没有料到这么多，他可能就是他平常接受训练就是反正我就是制空权我高嘛，我把它拍掉。是，只是没有想到黄子璇从后面冲过来，那个角度刚好在他的手上，结果呢就完成了一个另类的助攻，是台中市助攻给桃园市得分。哇，太罕见的场面了。那选手要赶快，不过还好啦，因为比赛才刚开始。调整一下心态，不要受到太多的影响。我们看到台中市的选手各个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哦。
哎呦，没有问题，盘权还在手上。啊，这个出盘的失误把盘权交还给了桃园市。哦，场边的教练也喊了3位选手的名字，要让他们3位进行 ISO 的单打。啊，这个反手没有给，有点可惜，还是找到了第2次出盘机会。哇哦，好，现在后方刚才的廷奇跟白宏阳2个人在后方控盘。好，这边找前点的同学机会，又来到了白宏阳手上。这边一个低角度，哇，这个偷袭是成功的，送到了尹奇雅的手上。哇，这个埋伏蛮精彩的。出其不意，忽然打一个低角度，哇！而且其实防守者在他后面很接近啊。是。刚才台中这边的洪真义，他其实离尹奇雅的位置很近，他们大概就是一个飞盘的差距而已啊。哇，精彩！这么一来就追成了2比2。好，现在桃园市的教练王君宏也在场上提醒一下小选手们。毕竟是冠军战，任何有值得教育的地方，教练一定都是赶快机会教育。比你平常在学校练习哦，你很难有这种正式比赛的压力也好，或者是模拟的强度也罢，这都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好，直接出界了，上到我们摄影师的脚下。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的转播团队台雅也是出动了好几机的机位，透过高空，透过这个 N zone 的位置，希望用更多的角度带大家来欣赏这2天的飞镖锦标赛。是飞盘锦标赛，更正。好，这个往前给，有机会，对，没有问题，轻轻松松。台中这边林凯恩梅开2度。好，刚才的中继点是由刘玉涵来发动啊，所以他能得分，然后也能做中继，非常不错。长益高中的选手们，很多都是运动双栖的小选手。是，所以看到他们的体能确实优于同年龄的人再多一些些。但是桃园市的小朋友也不遑多让，可以跟这些体育班的选手抗衡，目前只落后1分。好，找后点，有机会，漂亮！接到盘的是9号的李华诺。来看一下，没有问题。这个出盘是胆大心细哈。对，看到自己的队友在后面有个小小的空档，就把盘传出去，也顺利的绕过对手，让队友接到飞盘得分。
这场比赛应该会蛮考验双方的板凳深度的。没错，毕竟时间比较长一些。对，要打80分钟，然后上半场必须要先拿到8分才能进入到休息状态。是，对，所以现在双方3比3，还有蛮长一段时间。那现在场上的阵容换成4位女生，3位男生，也举手跟对方示意这边 OK 了，随时可以来发盘。横轩的发盘送出了界外。好，看起来长益高中就台中市这边并没有要从出界发盘点，而从出界的位置就进行开始了。对，从边界来走。哎，这个从后面去把它拍掉，好，双方确认是个犯规。对。这是我们刚刚看篮球比赛看到的动作。后面的协防者趁持球者不注意的时候从后面去抄他。对，但可在飞盘运动是不允许这样的。飞盘比赛可以做超级的时候，只有在飞盘在空中飞的时候可以像现在这样。好，往前来，两人的真空没有问题。这一次的空中争霸，还是由台中这边的廖鼎瑞给拿下。我们看到手也是差一些些。长益高中这边男同学包括8号的刘玉翰啦，15号的廖鼎瑞啦，以及刚才21号拿2分的林凯恩，他们的身形其实都很相似。是，一看就知道是运动底子的。对对对，手长脚长的，然后都剃的这个体育班标志的小平头。当然，他们的跳跃力都非常的不错，所以在前点争抢的时候，他们的成功率都很高。是。目前台中的4分都是用这样的前点长人抢点的方式完成的。好，台中的开盘。我可能小选手在比赛，光是接发盘跟防守就已经全神贯注了。他们在开口说话这件事情上，还是要跟学长姐好好学习一下。没有错，场上的沟通比例是比较偏低的。就是安安静静的在进行。是。所以教练在旁边喊话，听的是一清二楚。是。所以在场上的时候，还是建议选手们都要开口，不管你在哪个位置，都可以进行开口，然后提醒一下自己队友。好，这边场上的一些矛盾来协调完之后，飞盘是回到了桃园的手上，控盘手是林子君。李华诺，啊，这个太明显了，就被抄掉了。哇，好，忍住，忍住，对，不要急着往前送，等待后方的队友跟进之后，有更多的进攻选择，再来选择做传递。我们看到台中市的青少年是非常稳定的，一片一片找到相对合适接盘的队友。对，哎呦，哇，一个大脚的传盘，有机会，没有问题。今天目前为止台中市的所有得分都是由我们人高马大的男同学来完成。这一次呢，又是15号的廖鼎瑞，目前他贡献2分，21号的林凯恩2分，加上刘玉翰的1分，所以5分都是由这3位3巨头
桃园台中山巨头头所完成，所以我们也希望之后啊，看看是不是女同学们也可以加入到进攻里面，带来更多的变化性。我们看到场边现在荧幕上看到的是，长益高中的老师李林义教练，这次也是一起来带领选手们来参加这次的比赛。那李教练他也是2009年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队的队长，带领了我们中华队拿下很好的成绩。过去在选手时期为飞盘做荣誉上的争取，身份转换成教练之后呢，也持续用自己的经验来传承给后辈，这样才能让我们的飞盘运动持续的蓬勃发展，然后有文化跟技巧上的传承。是。好，桃园市的进攻权现在在右路，试着往中间传，哇哦，这个精彩的接盘虽然有点陡，但最后还是被队长张廷奇把握在手上，盘旋还是活的，继续，这边肢体动作有点大，跟他示意一下。好，双方确认这个犯规是成立的，秒数归零开始。白宏洋给到左边，好，这两人配合，一个左切没有问题。11号的白宏洋，刚才由他来担任持盘者，然后经过几个轮转之后呢，他偷偷的杀到了 end zone 里面。这个3人小组的搭配非常的犀利哦。是。也看到刚刚其实他们接近 end zone 的时候，所有的选手另外4位推到底线，让整个进攻的空间可以留给这3位选手。所以目前两边的这个进攻的风格一边是走长人阵，另外一边是走这种灵活的倒传之后，小组的配合截然不同的风格，但是得分效率都很不错。所以这场青少年组的冠军之争，目前为止进行到将近24分钟，是一个势均力敌的状况。桃园现在稍微的1分落后。其实也有选手在问说，是不是只有人高马大才能进行飞盘的活动那我们看这场比赛也看得非常清楚。虽然桃园市的身材并没有像台中这么的高大，但是他们的灵活度也是有的。对，哇，这个也是很快速的，又是刘玉翰。对，刘玉翰善用自己的身材条件跟优势哦。哎呦这个得完分是要跑去哪里？太兴奋了。对，太兴奋了。有点像那个足球员踢完球之后要去跟观众席那边，或者去踢那个角球的角球旗那边去摇旗。对。这场比赛是打80分钟，15分制，所以中场休息时间呢会是在40分钟以及得分到8分的时候才会进入中场。所以刚刚选手他可能以为已经进去了，对，老师可能跟他说：“没有，我们打到这个冠军赛，赛制有略微不一样，所以调整之后再上场，还差2分。”我们也会建议选手可以在比赛前先了解一下清楚，就是比赛的赛制，因为这样心态上面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是有些人6分的我要准备休息了，对，可是那心态已经放松了之后，再回到场上说还有2分，对，或者说这场要打80分钟，是，所以我们会希望说，除了教练跟队长以外，所有的选手都可以稍微看一下秩序册以及竞赛规程，了解一下，把自己的心态准备好，在场上有更好的表现。好，这里发生了失误。
刷盘后开始，盘权在台中的手上。哇，这边直接一个大角度的送出前点，努力跑，哇，还是来不及。哇，我们看到将近半场的冲刺啊！台中的5号林子涵一路狂奔。 啊，可惜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接到，大概差了30公分的长度。对，刚刚出盘的位置应该有一些受伤的情况哦。嗯，现在教练也走过去稍微关心一下。有时候因为场地拉得蛮长的，在我们的飞盘场上，这个方形是100公尺乘以37公尺，然后说我们的镜头可能在带前方的状态呢，后面啊其实可能发生了一些状况，就会在镜头之外，所以才要有许多的不管是观察员也好，教练员也好，还是替补选手们，大家都帮忙在看场上的状况。 好，刚刚的场上的状况解除了之后，现在盘权回到了是桃园市手上。哎，这里被拍掉，不过马上提出了争议。好，所以场上双方也是在讨论一下。进攻方认为他已经击到飞盘才被打掉，但是防守方认为，哎，没有，我没有碰到你。然后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小朋友要表达自己的立场之后，再听听观察员的意见。啊，场上有个 pick call， 又有一个 pick call， 没错。 所以这一回合是节奏很零碎啊。哇，这个太低了。 同学没有办法接到。好，台中这边的攻势。现在桃园市是想办法逼出台中往场地的左侧做进攻哦，而台中市的传盘相当的流畅。 透过传导的方式打开整个场地的宽度。现在来到边线，又回到中间，这是非常漂亮的 break。因为场地的宽度有37公尺，所以我们都会建议选手尽可能的使用两边的场地，不要只通过一边，不然你到边线就很容易这样发生了传盘出界的机会。是。 直接送到了左方向的边边。好，看起来这场比赛双方都是相当疲累哈。对，两位选手已经撑膝盖在稍微在喘息了一下。因为以往在这个时候将近30分钟，其实已经要进入休息了。但是呢，因为赛制的更换哦。 好，我们看到目前桃园是喊出了暂停。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观察到选手平常的习惯，所以在30分钟喊一个暂停，让他们有短暂的暂停休息，去代替平常在进入6分的这个中场休息。好，现在双方教练，台中市这边是林仲天教练在指导他的选手，刚刚场上的一些可能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更好的。 李林教练也用亲自的示范，再提醒一下选手。
桃园这边是王君宏教练，也是用声音跟表情还有动作哈，来提醒一下选手。毕竟现在赛了半个钟头，我相信有些选手已经有点昏头了。没错。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21分，在这么艳阳高照的比赛，相信所有的选手都是用最后的意志力在打完最后的80分钟的赛事。是，这也是两队在这一次锦标赛的最后一场最关键的比赛了，要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平常训练的成果给拿出来。谁可以把冠军带回家，就是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了。也希望两边的小朋友都可以持续加油。好，在等进攻方的位置都站定位之后呢，防守方才能去 follow up， 然后比赛才得以恢复。寻求传盘机会的桃园，目前后场是3个选手在做传导，一方面推进，然后这边往前送，前方有人吗？没有。被一把给抓下，完成了抄截。哎呦，这边是看到了什么？啊，前点的多人争抢，哎，好，应该看一下。女生们有一些状况，我们看一下刚才的近距离的回播，看起来应该是桃园的6号选手尹奇雅，她先拨到破坏了之后，然后可能台中这边觉得影响到了他们的接盘，对。所以现在双方正在讨论，观察员的部分也在沟通。我们2位辛苦的观察员哈，也是陪着选手一整天，在艳阳高照的草皮上。是，带着现在手叉腰的这位是我们这次的裁判长林一奇教练。对，那目前在解释的是台湾师大的博士班毕业生王正杰教练，这2位也是这次大会的观察员。感谢2位教练的付出哦。因为刚才是在一个多人争这个高点的情况，所以比较混乱。好，不过现在盘权呢是判给了桃园市，是没有问题哦。刚刚透过重播的画面以及观察员准确的判定是一个台中的接盘失误之后，可是桃园市又把这个盘回给了台中市。对，有点可惜了。尹奇雅刚才这个精彩的拍断哈，他在台中的选手接到前把他给毁掉。不过现在进攻选手给到了台中这边，好，寻求的机会，大家现在都已经来到了 end zone 里面，满满的一堆人，哇，场内又发生了状况。教练喊了一些话，但因为位置有点远，我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哦，刚刚桃园市的教练应该是喊说，你们全部手 backhand 就好，就让他们出反手就可以了。OK， 强迫他们出，强迫他们出反手。哎，掉盘喽。
啊，这一分如果拿下来的话是7比4的差距，可是对又把这个礼送给了桃园市，桃园市这边的一个长传，已经路径已经被锁定了，对，位置没有特别好。是有的时候看到我们队友在往前跑的时候，会想要给他，可是旁边如果防守者粘得比较近，其实可以再思考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队友是更理想的状态。对。毕竟飞盘跟足球不一样，足球你往前面传，如果你前面是这个盘球能力非常强的选手，速度又快，比如说像 C 罗，比如说像贝尔，他们可以接到之后自己一个人往前冲，但是因为飞盘运动是接到之后就不能动了，对，所以呢，它取决于你给他这个送盘的品质如何哦。是，对啊。好，这边往前送，第二拍的跳起有，然后再找女同学啊，哇，我差点以为她没注意到。是，这也是非常相当惊险呐。对，前方台中的2名选手都有机会出来了。场上好像又出现了一个状况啊。刚才为台中接盘的是98号的陈玉佳。好，现在获得的大会资讯是刚才玉佳的这一个接盘不算分，然后回到前一洞。然后这边发生了一个失误，又换成桃园市这边也丢一个大脚出来，还是有点太急了。教练在旁边已经大叫了。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啦，毕竟小朋友他们可能还是在30分钟就要进入中场休息的那个状态里面，现在这2分钟多打的，他们就会比较慌，比较乱。哎呀，看起来对接盘的专注度已经流失了，因为其实比赛一直在进行，时间也一直在跑，体力也一直在流失啊。一旦非收获性失误开始增加，就真的是很明显，比赛的节奏就会打打停停了。是，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比赛哦。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让选手们可以知道如何在场上可以好好的去调节自己的状况。哦，这边跑出了一个机会，终于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混乱之后，终于桃园这边成功得分了。我们看到背号7号的林旭佑，他利用自己灵活的身法先假装一个往右切之后，立刻一个往反方向的跑位，摆脱掉了防守者。现在拿下了桃园市的第5分。不过两队要进入到中场休息，看来是要走时间的方式了，因为要得到8分，现在台中还差2分，桃园还差3分，但时间的秒数已经快要读到40分钟了，所以应该会透过读表的时间进入到中场休息。是，所以这一片虽然已经结束了，这片得分哦，可是因为比赛时间还未过40分钟，所以这一盘打完就会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中场休息双方有5分钟，可以再好好的休息一下，对，然后补充一下水分，啊，让下半场的比赛可以更加精彩啊。哦，场边教练所守2，就是让他们出 backhand 反手的状况。到台中市的选手还是会想要突破一个 break side， 但是在左边的边线。对啊，都迫使台中的选手要用反手的方式去出盘，压迫在左边线的位置。
对，台中市可能要想办法回到场的中间，这样对盘的飞行是比较安全的。对。哎呀，这边又出现状况了，又有一个犯规的产生。应该是双方选手可能不小心撞在一起了，一个扶着肩膀，一个是扶着他的肩胛骨的位置，锁骨的位置。应该有一个不小心的碰撞到。好，快速的出发没有问题哦，就是背号8号的刘玉翰拿下了上半场的第7分，也进入了中场休息的时间。对，哇，上半场这个加了比平常我们预赛多了20分钟的状况了。刘玉翰现在终于可以真正的下去休息了。那观众朋友，我们在场边也休息一下，下半场马上回来。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好，跟观众朋友大概更新一下，刚才大会决定，因为刚才那个台中这边的刘玉翰选手那一分在里面接到应该是在界外的状况，所以没有算分，他们要把这一分打完才会进入到中场。所以现在的比数啊，依旧是7比5。好，桃园大角度往前送，短了。所以选手刚才也是已经下去准备要休息了，然后再被扣回到场上。好，他们要再坚持住，把这一分给结束掉。哇，这也是太急了一些哦。我们看到整个场上的选手们专注度可能开始慢慢的没有那么集中，但是还是要坚持下去，毕竟这是冠军赛。对，拿下冠军的美好滋味，只有你拿到了之后才知道哦。这边 nice cutting 把对手甩在后面。好，这边看桃园的卡特他们怎么跑位，往前送，追得到吗？被破坏掉了。这个女选手跳得高啊，把这个盘拨出了让进攻方接不到的位置。而且她这一次拨得很远，没有再往地上拍了。对，因为你要小心旁边的女选手黄子璇，她就在旁边。哇，不然又给他揭露了一次。对，我还记得上半场桃园市的第1分哦，对，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上午的比赛有提到，如果你在空中是没有办法有制空高度的，有的时候可以在下面看看有没有机会盘让你捡漏到。人家是这个制空型的，你可以打地板流。哎呦！这里稍微重心跑掉，膝盖下跪，但没事。飞盘是掌握在手上。
这里台中持续在找寻机会，小朋友一定很想赶快把这第8分拿下哦，好好下去喘口气。不过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急。啊，这边路线被封死了，只能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中间给，找到一个空间哦。好，终于我们这一次真的要进中场休息了。台中是带着8比5的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观众朋友，我们稍后回来。Fly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Dangerous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Dangerous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好，来。好，再回到我们比赛的转播现场。现在这场青少年组的冠军之争，桃园市跟台中市的下半场开始啊。刚才因为这个冠军赛赛制的转变呢，就是小选手们要进行全场80分钟的比赛，然后中场休息的时间呢，也是从原本的8分，从原本的6分要打到8分才能进入到中场休息。所以刚才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最后的2分啊，选手的专注度啊跟体力啊都已经到了一个很累的状态了，状况也比较多，但最后也是坚持下去。那希望刚才透过中场的5分钟，大家可以喘口气，然后为下半场来做调整。好，下半场一开始，台中市又先取得分数，目前已经拉开到4分的差距了。这场比赛先夺得15分的队伍就会获胜，拿下本次全国飞盘争夺赛锦标赛的冠军。这要比他们在预赛11分要多拿4分哦。OK， 这里台中准备要来开盘，由精神队长何义军来开出。好，开完盘之后，看到台中市的选手也是给了很强大的一个防守能量哦。对，2名在对方后场的逼迫啊，你看这个人盯人很紧啊，哈哈。哇，应该又是有点踩到脚的关系，要是对，有点状况。好，比赛继续开始。哇哦，非常的紧迫盯人。好，连续的传导，面对台中这个，哇，还是发生失误了。正想说他们面对这个台中的1对1之后呢，还可以维持住盘权很不错，结果马上2边都有失误的出现，一边是传导失误，另外一边是往前送的时候，盘的稳定度其实可以再好一点。是没有错。当你看到对手失误送你一个快攻的机会，你就要好好的把握下来哦。前点的张俊琪刚才没有办法能够让队友的这个长传给转换成得分，那现在盘权又回到了桃园的手上，不过在队友之间的传导就已经发生非收不性失误了。我们看到双方的小选手应该已经体力真的是几乎快没有油了哈，不断的产生了一些失误。往前跑，往前跑，看前方有一个在偷跑，要送吗？送出去了，了，决定送了，看一下能不能接到。哎呀，哎呦，没有问题啊！太厉害了，15号的黄子璇，哇哦！他很有概念呐、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发生的。他直接一发生对方失误之后，他就开始往前跑，然后即便后面有2个防守员从后面追，他这样子踉跄，甚至在途中还跟队友来互抢，他还是能把飞盘抓在手上。是没有错，子璇太厉害了。进攻方就是要把飞盘牢牢的抓住，你才拥有盘权哦。来自中立高商的选手。
如果说他的第一分是有点这个 lucky 成分，是台中的选手拍到他手上的，那么这一分他就是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得分的预感、预知他的跑动以及他最后对于 finish 动作的把握度，拿下了台中市的这一分。好，现在盘旋在台中这边。好，我们看到台中这边做进攻，桃园一样防守是让我们强迫出反手的情况，一个防守长传，有没有机会被拦截掉了？对，超截的是背号6号的尹七亚。这个名字在这场比赛也出现多次。对，尹奇亚，没错，他也是在关键时刻才会出现在镜头上的选手，发挥的时候都是比较关键的时刻。好，这边飞盘还是在右路，左边很空啊，像大海一般的空间。是听到教练在旁边喊换边换边了。好，这里被超截了。超截了。好，前面有2个人，2对2，不好送，还是决定。哎呦，没有问题。应该是还没有到得分区。OK， 这边一个正手的轻松传盘没有问题。对，反应很快。虽然刚才在玉汉第一时间那个是在界外的，不过他很快就跳回去外面。好，我们看一下这边跳出去之后，哎。好，发现有点问题，好，马上跳回来，然后碰地，然后马上轻松的打给队友钟承彦。好，每一分下来结束的时候，教练都会做一些指导哈。看起来是表情比较严肃，但是教练其实都是蛮幽默的。待会如果有机会，可以跟李教练上来访问的话，如果他有空，他是个非常幽默的一个老师。比赛时间已经迈入到将近第57分钟了，现在台中市是10-6。他们距离要锁定这场比赛的胜局分数上呢还需要5分，而在时间上当然还有超过20分钟的时间要打，所以也是考验。但是周末的最后一场比赛了，然后或许教练已经跟他们答应好，如果能拿下冠军，或许会带他们去吃一些好吃的，所以呢，要好好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好，试一下来进行开盘的是台中市，非常平稳。我们看桃园市的小朋友在接到飞盘的时候，第一时间比较没有人可以出来做接盘这个可能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可能要多做沟通。哇哇，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刚才传盘的8号张云欣，那个传盘选择并不是太理想。好，值班者试一下前方，不过上面又发生了状况了。好，双方确认一下是这个10秒钟的。前面又有人在偷跑了，谁给吗？哇，没有注意到转错边这次就被影响到了。哇，真的要小心黄子璇这个点他常常在
盘一落地的瞬间就开始马上往前是冲了。他非常知道自己的优势哦。对，你看他已经往前跑了，他看到对手没有注意到就跑了，只是队友跟他以为队友会往场地的左侧去做进攻。对。在场上，台东之后发生了一个失误，盘权回到了桃园市身上。教练以前在当选手的时候，面对防守者，比如说他封你的正手或是封你的反手，哪一个会让你觉得比较不舒服？如果是对我的话，应该是防我的反手，让我出反手的话，我会比较不舒服。就硬要让你出反手。对，因为虽然反手看起来是我们平常从小玩飞盘一定是反手传盘，对对，但是我们在争夺赛的时候都是先练正手传盘比较多，所以正手反而会用的蛮犀利的，反而反手是比较对我来讲是比较有障碍性的这样子。是，但是我们一个如果好的选手，应该是正反手两边都是可以做的很好的出手方式。所以我们刚刚也看到，其实在这场比赛啊，台中也是一度双方都是有压迫，然后就是只让对方去进行反手的传递，封锁他们的正手这样子。来，这里正手送出够远，被破坏掉了。台中的后防线有这些人高马大的同学们，盘想送进去并不是那么的容易。96号的钟承彦抢在前面，先把它破坏掉。我刚刚听到旁边的场边教练说：“我叫你传短的嘛。”因为他知道台东的后防线确实人高马大。哇，现在两边都是在疯狂的送长盘，但是人也追不到啊。对，这样子其实是蛮消耗双方选手的体力哦。好看桃园市这一波进攻是不是可以拿下第7分？真的，两边在这个分数啊，现在已经有点进入干涸期了。一方面失误增多，好，这边不行了，先喊个暂停。哦，教练说休息一下，休没息一下。错没错，因为整个节奏已经乱掉了。对，我们的预赛的时候是打60分钟，这一场是打80分钟。对，照理说平常学友们这个时候已经是要休息了，就跟我们上半场看到的情况一样，在30分钟的时候，教练一样喊了一个暂停，让选手还是尽量能够以比较习惯的模式去做，不然你要他们这样硬撑，从30硬撑到40，然后小朋友的体力也好，精神状态也好，真的会想崩溃。是，所以还是先让他们喘口气。这次啊，也要非常感谢教育部体育署的指导，以及中华民国飞盘协会这么努力，然后后勤啦，所有的裁判老师、所有的教练、选手，以及我们的观察员，甚至是义工等等，所有人来促成这一次飞盘争夺赛锦标赛在台中的顺利进行。对，真的很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转播单位，让飞盘可以这样子顺利进行哦。毕竟飞盘的转播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计时计分员都是志工，跟同学们一起来帮忙，才可以让这个比赛圆满。在这2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选手们的这些比赛的实况录像也会保存在 Facebook 中华民国飞盘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 Facebook Page， 可以回去重看。然后在我们的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也都会有直播的内容，提供给飞盘爱好者以及所有的参赛队伍，可以透过转播的记录来做更多这个比赛上的精进。哇，这边空中的争抢，台中果然啊，一寸高一寸强。96号的钟承彦不止刚在后防线上有贡献哦，在前点的跑位，来看一下，他是身子往后再决定。虽然
桃园这边的71号比他早起跳啊，但是 timing 上面呢，钟成燕还是抓的比较稳定的，所以把这个分数给抓下来。那么台中市再加1分就来到11分了。现在双方已经打到5分的分差了，桃园可能小学员在心态上也比较要想办法赶快的调整一下，因为毕竟还有蛮长一段时间是可以追分的。不过因为他们在预赛啊，可能没有落后过这么多，所以教练也要给他们一些适时的心理建设。看是我们的近几年飞盘蓬勃发展的桃园市代表，还是呢这一次我们的地主队台中市能够率先拿下青少年组的冠军。因为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在公开组的部分呢，这么巧也是这2个城市的对决。是，对，所以昨天的桃园市跟台中市青少年组的预赛，台中市是以11比3获胜，但目前的比数是11比6，所以代表桃园市其实有更进步了一些，对，看有没有机会在最后的时间有机会翻盘哦。好，这边往前点送，努力的追，哎，没有问题。这次我们的女同学终于有分数上的表现喽，得分的是11号的洪真义。我们看到上半场都是我们几位3巨头，包含了刘玉翰，包含了廖鼎瑞，包含了钟成燕，包含了林凯恩，这些人高马大男同学在包办分数。不过到了下半场，女同学也跟着活跃起来。是，现在看到教练也是在跟刚刚得分的女同学洪真义做一些跑位的说明。每一分不管是得分或失分后，其实队友里面都会互相的做讨论，如何在下一盘开始的时候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好，就位。哇，教练也是讲到最后一刻呢。对，不断的叮咛场上的小选手们。好，台中这边等待开盘，开出阵容上是4女3男的搭配。哎呦，好，这边他觉得有被压迫到，示意一下。哦，好的，找队友，找队友，跑起来 ，OK， 嘿，哇，桃园市久违的得分荒哦，最后由李华诺。看到一个，也是一个反身的跑位，迷惑了防守员之后，在左边跑出了机会。刚刚那片飞盘的战术，他们把场上是3个男生以及4个女选手，把4位女选手整个压制在最后的 end zone 里面，让3位男选手在争夺区里面的传盘的空间是可以更大一些的。这应该是他们 setting 的一个战术。我们队长张廷琦又回来了，真的，他很重要呢。我们的13号桃园市的队长 Captain 桃园张廷琦，这2天的比赛，其实在桃园里面看到他 hustle play 的防守，甚至是进攻，甚至是持盘，甚至是安抚队友的情绪，好像都很重要。对，都有他一手包办哦。对。
超掉！哇哦，教练疯狂的喊超掉，但是还是送到了台中前点的位置。女同学这边来找自己的队友，努力追，没有办法。哦，有点给的太深了一对，些哦。给的稍微深，虽然那个飞盘的速度没有说太快，可是对体力那个油缸也差不多见底了。对，啊，所以在不同的时间点，可能要思考一下我传盘的力度跟位置，是不是可以让队友是好接的。叶永祥这边再给到队友，来到张庭琦的手上，往中路给哦，有点高，但没关系。叶永祥，好，目前就叶永祥跟张庭琦两人的配合在往前推进。好，这边有第3位来参与进攻，哇哦！扑救，把盘权把握在手上。哦，每个队友拿到飞盘就想找张庭琦哦。对。好，李金玲。好，这边来到女同学的手上。好，视线上被封锁的要注意秒数哦。这边5号叶永祥，哇，张庭琦实在是跑不动了。这边被曹杰一个大传，前面追得到吗？没有问题 ，long run score。哇，台中这个战术还是很好用啊。哦，这一盘刘玉汉传的非常的漂亮，都传到廖鼎瑞的身上，然后顺利拿下这1分。台中市差2分，对，差2分就可以拿下本届比赛的冠军哦。看来地主队还是有一套啊。是，平常都在这边场地练习，可能土地公有保佑啊。肥水不落外人田，这一次的飞盘锦标赛呢，就是要把冠军留在台中。但时间其实还足够，看桃园市是不是有机会在后面的时间多追个几分。虽然是落后的情况，但我觉得只要能够超越上一次表现的自己哦，然后在这场冠军战展现出自己平时练习的内容，甚至是超出预期的内容，我相信教练都还是会很满意的。好，这里开盘，直接目送他出去。好，桃园市一样把手举高之后，来到了出界发盘点，要进行进攻哦。桃园市现在站了一个3-4的战术，第一个启动的应该是男生往后跑。目前找不到一个传盘的机会，传的是一个失误啊！我觉得同学真的有点跑不太动了。哇，两边都是各送了一个幸福。飞盘直接送到场外正在路过的其他队伍的脚下。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比赛的后半段，双方的体力真的是即将耗尽了。真的。包含他们刚来这个战术，好，虽然现在盘权回到桃园这边，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他们跑的一样的位置，哇，又是太快了。对，这个差的真的太多了。也看得出来，就是青少年组跟公开组的实力上面的落差，但是也相信这些小选手们透过每一次的比赛跟练习。实力可以持续的增长，接下来到了公开组，可以跟更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抗衡了。好，这里也很快完成了反抢段。哇，双方现在感觉手上都抹油了，掌控不好这个飞盘了。
哎呦喂啊！努力冲，把最后的时间，把体力放进张奇骏，努力的去拼抢，但那个盘的送到他能处理的范围角度已经太低了。好，看起来场边的教练也是说，我们再打一次哦，能跟刚刚的战术很像。对，他们可能刚好利用这个时间点来部署一下平常练习的东西。哎，就这样不小心传到了台中市的手上。啊，这绝对是超出预期的发展了。对好，这边往前有人在偷跑，但这次决定先稳啊，也没有角度来出盘。哦，追看，啊，不行了，追不到了。7号的林旭佑，开赛的时候也是充满了小电量满满的这个尽量小子的感觉哦。比赛到此时此刻也是有点气力放尽的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片飞盘，又是一个接盘的小瑕疵哈，盘权回到了桃园市。好，还在桃园的手上。第四来回的传导，教练在旁边喊到喉咙都快哑了，这里出盘被影响到。来，往前跑，往前送，看起来有点追不过长到了。哇，我感觉双方真的已经是有点，真的累了，真的是累了。战术跟整个基本动作，就是来传盘、传接盘、接传盘都已经心有余力对对，不足了。没错没错。刚好啦，也透过这次转播，让选手知道自己的极限大概在哪里。是，然后以后相信这次2天的收获，所有的参赛队伍回去之后，都可以透过录像呢，再跟选手做调整。现在选手在场上会不会想说，哇，完了，回去要超体能了？应该是不会啦，因为毕竟这次比赛的这个赛制规格不是他们平常的状态。是。所以其实教练虽然嘴上讲归讲，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很贴心，在他们平常小球员、小选手这种30分钟还有60分钟的时间都喊出了暂停，是让他们还是能够以平常的节奏去应战。好，坚持下去，这场比赛应该不过还有2分不好说，但比较大的几率会以读秒结束来宣判这一场青少年组冠军战的结果。我来往前送，追得到吗？哎呦，没有问题啊！这一次的回旋漂亮了，哇，还会找镜头，太棒了！没错。哇，这一次终于轮到桃园市的1号林诗凯君，哇，努力追，这一次他追得到，而且这个飞盘的落点非常漂亮，是刚好落在接近底线的位置，对，时间也够。然后他刚刚也在过程中，找我们的 camera 上，摄影大哥也把凯君帅气阳光的样子给拍下。今天晚上 IG 挑战100个赞吧。好，那么在接到这一分之后呢，比赛也透过读秒完成了结束。那我们恭喜这一次113年全国飞盘争夺赛锦标赛青少年组的冠军之争，冠军的荣誉呢，就由我们的地主由长义高中班底组成的台中代表队拿下了胜利，而我们的亚军呢，
就由桃园市、自强跟中立2所学校组成的联军，他们也可以把亚军的荣誉带回到桃园去。是我们恭喜台中市获得本次的冠军。好，那么在小选手的部分结束之后，各位观众，我们的桃园跟台中的大战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转播的压轴场次呢，这个公开组的部分一样是由桃园跟台中2队来进行。我们会在稍后在场地整理完之后，为您带来压轴之争的比赛现场。观众朋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Fly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